一起来看精彩短剧《烟火烬时旧梦空》全集故事解说。病房的监护仪响起刺耳的长鸣，江烟的姐姐亲手拔掉了氧气管。弥留之际，她强撑着最后一丝力气安抚跪地崩溃的妹妹，让她别再执着于治病，往后只为自己而活。冰冷的器械声敲定了死亡的结局，巨大的悲痛席卷江烟，让她哽咽失声，连哭泣都发不出半点声响。绝境当头，手机那头传来的不是慰藉，而是秘书宋静文带着戏谑的冷漠笑声。他居高临下的告知江烟，唯有当众跪地道歉，才肯酌情审批姐姐的手术费。而丈夫周金玉紧随其后的声音，彻底击碎了江烟最后的期许。他全然认同宋静文的做法，冷漠断言，这一切都是江烟理应偿还的亏欠。悲痛、屈辱与心寒层层叠加，击溃了身怀六甲的江烟。温热的鲜血顺着他的大腿缓缓流淌，在接连的致命打击下，他腹中的孩子终究没能保住。3个小时，一场无声的流产，让他彻底失去了和周金玉唯一的牵绊，也彻底冻住了他心底仅剩的温柔。这座城市满是刺骨的伤痛，江烟决意登机离开。可就在临行前，他收到了周金玉的红包与一连串诛心质问，区区50余元，被他轻描淡写定义为姐姐遗漏手术费的补偿。不仅如此，他还严苛告诫江烟，日后但凡超过200元的私人消费，必须提前向宋静文报备审批。在周金玉眼中，30万手术费是一笔不值当的巨款，他厉声斥责江烟无视公司规章，肆意索要资金。见江烟迟迟没有回应，他愈发不耐，警告他别仗着怀有身孕就肆意妄为，还强硬要求他次日公开澄清，将姐姐抢救延误的所有责任尽数揽下，为宋静文洗白。在他看来，不过是几日的治疗耽搁，根本算不上什么要紧事。无数条冰冷消息，不间断的电话轰炸，始终没能换来江烟的回应。笃定江烟最重亲情，绝不会抛下姐姐独自离开的周金玉，气急败坏地赶往疗养院，却只看到一张空荡荡的病床。他慌忙拉住护士追问，得来的答案如惊雷炸响：病人因家属迟迟凑不齐抢救费用，已然不治离世。刹那间，周金玉脸色惨白如纸，过往的画面汹涌翻涌。他想起江烟挺着孕肚，卑微哀求他借钱救姐的模样。他反复诉说这场手术至关重要，是姐姐重新站起来的唯一希望。可彼时的他冷漠又固执，死死守住所谓的规矩，将所有私人急用的权限推给宋静文。200元的支出尚且需要报备，更何况30万的巨款。走投无路的江烟只能求助宋静文，可这场求救不过是踏入了另一场精心布置的刁难。宋静文以没有出院费用清单，无法确认资金用途为由，拒不审批款项。即便江烟反复解释，清单需出院后才能开具，姐姐的病情早已耽误不起分毫，她依旧不为所动，假借恪守周金玉定下的规矩，维护她的名声为由，层层推诿拖延。江烟费尽周折补齐所有医院证明，终究没能等来救命款项。当他焦急催促时，宋静文才轻描淡写的以工作繁忙为由，承认自己彻底遗忘了这件事。一次次刻意的拖延，让江烟的姐姐错失了此生唯一匹配成功的肾源，彻底断送了康复的最后希望。攒够了所有失望，江烟毅然提出离婚。可周金玉只当他是无理取闹，任性作妖。他坦然告知，暂停姐姐治疗是他的决定。宋静文只是奉命行事，还将所有过错归咎于江烟此前的冲动闹事。他傲慢地表示已恢复姐姐的治疗，强硬敲定次日10点民政局离婚，同时出言警告姐姐后续治疗，腹中孩子都是她的软肋，逼她认清处境，不要肆意决裂。话音未落，周金玉接起宋静文的电话，方才的冰冷强硬尽数褪去，语气瞬间温柔软糯。他耐心安抚电话那头委屈哭诉的宋静文，包揽所有过错，承诺次日带她肆意消费，随心挑选奢侈品。江烟静静听着这极致的双标，小腹传来阵阵隐痛。她连日奔波操劳，早已错过了孕期产检，身体与心力都濒临崩塌。次日，江烟如约等候在民政局，从清晨等到正午，始终不见周金玉的身影。终于等来的消息，只有他敷衍的推脱，正在陪宋静文逛街，无暇赴约。若执意离婚，便走诉讼流程。江烟无言，转身回到医院照看姐姐。病痛的折磨让姐姐身形憔悴，孱弱不堪。明明正值青年，却早已褪去所有朝气。可即便自身难保，姐姐见他前来，依旧强撑着笑意，温柔安抚。
江烟望着姐姐虚弱的模样，眼眶瞬间通红。父母早逝，是姐姐一手将她抚养长大。年少时本该无忧无虑的年纪，姐姐却早早打工挣钱供她读书，为她遮风挡雨，扛下了生活所有的重担。医生的叮嘱残酷又直白，姐姐病情持续恶化，治疗刻不容缓，后续费用更是无底洞。为了凑齐医药费，江烟卖掉了自己的结婚戒指，这枚象征着她婚姻的信物，看似精致华贵，最终只换来了微薄的收入，连姐姐一日的药费都难以覆盖。就在她心力交瘁之时，宋静文的朋友圈狠狠刺痛了她。动态里，宋静文手持多款奢侈包包，笑容明媚，配文是周金玉直言她便是自己的面子，甘愿为她一掷千金。同一时间，宋静文发来消息，假意关心姐姐的病情，实则冠冕堂皇地表示要重新评估治疗费的价值，肆意拿捏江烟的软肋。周金玉的出现彻底撕碎了所有虚伪的假象，他当众维护宋静文，直言他只是遵从自己的指令办事，所有不满尽可冲他发泄。他冷漠划分界限，赠与宋静文的奢侈品是私人馈赠，而姐姐的治疗费是周太太的私人支出，必须按规矩填表，经宋静文审核方可获批。最后，他还假意叮嘱身怀身孕的江烟不要动辄折腾自己，意气用事。他带着宋静文潇洒离去，病房里的危机却骤然爆发。姐姐病情突然急剧恶化，医生紧急开展手术，3个小时的抢救才勉强稳住生命体征。反复叮嘱江烟，病人身体早已不堪一击，绝不能再经受任何波折。江烟倾尽身上所有钱财缴纳药费，下楼购置餐食时，却撞见了刺眼的一幕。周金玉与宋静文靠窗而坐，精致甜品摆满餐桌，氛围闲适缱绻，与他所处的人间疾苦形成极致反差。宋静文率先发现他，故作无辜的解释，这只是老板对员工辛苦工作的犒劳。江烟淡淡反问，原来周总的开销并非每一笔都需要层层审批报备。一句话瞬间惹怒周金玉，他立刻沉脸护着宋静文，直言嘉奖优秀员工理所应当。江烟不再争辩，只默然低语，宋秘书擅长拿捏自己，管控开销，的确值得重赏。说完，他转身离去，不带走一丝留恋。回到病房，看着熟睡的姐姐，江烟满心酸涩。窗外骤然绽放漫天烟火，路人纷纷赞叹。皆知是周氏集团总裁周金玉特意燃放烟花犒劳秘书宋静文，漫天璀璨浪漫，照亮了旁人的艳羡，却照不亮病房里的死寂与悲凉。宋静文的朋友圈再度更新，烟花光影映衬着脖颈间璀璨的钻石项链，耀眼夺目。江烟一眼认出，这是自己上个月心心念念的款式。彼时他驻足专柜多看2眼，周金玉便以饰品消费需审批，毫无必要为由，果断拒绝。这一刻他彻底通透，从来不是所有馈赠都需要规矩束缚，只是他从来不配拥有他的偏爱而已。良久，江烟对着这条动态点下赞，下一秒周金玉的电话火速打来，勒令他不准撤回点赞，还要求他在评论区留言夸赞宋静文工作勤恳，以夫妻名义给予鼓励。江烟沉默片刻，字字寒凉敲下评论：宋秘书辛苦了，连周太太都无资格触碰的东西，你有幸佩戴。这条带着无声讽刺的评论瞬间引爆矛盾。周金玉的电话再次袭来，听筒里是宋静文委屈哽咽的哭诉，声称不知情抢夺心爱之物。这条评论让他在公司难以立足。周金玉不分青红皂白，厉声指责江烟尖酸刻薄，不懂体谅，怒斥他足不出户被自己供养，却屡屡羞辱勤恳工作的宋静文。江烟正要开口辩解，病房监护仪突然发出刺耳警报，姐姐再次病危抢救。苏醒后，他虚弱地拉住江烟，坦言自己听到了所有对话。他不愿再成为江烟的拖累，不愿妹妹为了钱财反复卑微求人，毅然选择放弃治疗。看着姐姐奄奄一息的模样，江烟崩溃落泪，颤抖着承诺会想尽一切办法凑齐医药费，绝不放弃姐姐。慌乱之中，他再次拨通周金玉的电话，接起的却是宋静文。对方语气满是戏谑嘲讽，复刻了当初的刁难。想拿钱救姐，就立刻过来跪地磕头道歉。紧随其后的是周金玉冰冷的加持，一字一句宣判着江烟的卑微。这一切都是你欠宋静文的。简短冰冷的节哀2字，彻底碾碎了江烟所有的希望。极致的绝望席卷全身，小腹骤然传来撕心裂肺的剧痛，温热的鲜血顺着双腿滑落，染红了地面。
剧痛与心碎双重暴击下，江烟眼前一黑，彻底失去意识。再次苏醒，躺在病床上的江烟无比清醒，他虚弱却坚定地提出要终止妊娠。护士震惊不已，想要联系家属，江烟却苦涩摇头，他早已没有家人了，世上唯一的亲人姐姐已经永远离开了他。这场独自决断的手术后，江烟彻底失去了腹中的孩子，腹部空空，心底更是荒芜一片。护士告知他，昏迷期间，他的手机响个不停。江烟点亮屏幕，密密麻麻全是周金玉的未接来电，还有一条冰冷的消息：我已等你5小时，再不出现，你姐姐的治疗费全部驳回。看着这条自私冷漠的消息，江烟心底只剩彻底的麻木，没有半分回应。他强撑着术后虚弱的身体，寄出一份包裹，随后独自买下一张离开这座城市的机票，决意斩断所有过往纠葛。傍晚时分，周金玉才后知后觉察觉异常，派人四处搜寻江烟。与此同时，他收到了江烟寄来的礼盒，拆开看到里面的离婚协议时，他非但没有慌乱，反而冷笑不止，笃定这只是江烟博取关注，逼他妥协的苦肉计。宋静文假意上前宽慰，眼底却藏不住隐秘的快意。他笃定江烟离不开周家的供养，离不开能救治姐姐的资源，不过是欲擒故纵的小把戏。周金玉挥手制止了他的说辞，嘴上不以为意，视线却死死粘在离婚协议上，心底莫名烦躁不安。他自负地认定江烟软肋静卧，迟早会走投无路主动回头。心绪纷乱的周金玉下令排查江烟的下落。宋静文故作担忧，害怕江烟归来后记恨自己，破坏二人关系。往日会立刻安抚他的周金玉，此刻只觉得这番说辞无比刺耳。他第一次恍惚，自己与江烟的婚姻徒有虚名。他早已忘了好好看一眼自己的妻子，忘了顾及她的分毫情绪。无尽的等待过后，依旧没有江烟的消息，心底的不安彻底蔓延。反复拨打的电话只剩冰冷的关机提示，他终于慌了。直到助理赶来汇报实情，江烟的姐姐已经不治离世。周金玉浑身一震，疯了一样冲向医院，推开病房门，只看到平整空荡的病床，干净的仿佛从未有人再次挣扎离世。护士看着他狼狈的模样，眼神复杂，缓缓告知实情。江烟已经独自处理完所有后事，拖着虚弱的身体毅然离开，无人知晓去向。一遍遍冰冷的关机提示，狠狠击碎了周金玉的自负。他终于幡然回想，从前的江烟永远温柔等候，无限包容，无论他多冷漠多迟归，都会原地守候，轻易原谅。他一直笃定，怀孕的她，需要资金救姐的她，永远不会离开自己。可如今姐姐离世，牵绊散尽，那个卑微爱她的人彻底消失在了他的世界里。窒息的悔恨裹挟全身，周金玉立刻下令全城搜寻江烟。念头一闪，极致的惶恐席卷而来。他终于意识到，那个尚未出世的孩子恐怕也早已不在。宋静文匆匆赶来，故作悲痛地指责江烟冲动极端，不懂好好沟通。可这一次，周金玉没有半分心软维护，只用冰冷的眼神盯着他，让他瞬间噤声。此时医生上前询问家属身份，一句江烟已自主完成终止妊娠手术，彻底击碎了周金玉最后的侥幸。医院监控因隐私保护无法调取，所有线索仅剩护士的口述。江烟拖着行李箱，面色惨白，步履不稳，拒绝所有帮助，独自打车前往机场。周金玉立刻奔赴机场，想要调取航班信息，却被工作人员依规拒绝，无本人授权与官方手续，任何人都无权查询私人出行隐私。机场落地窗前，周金玉望着升空的航班，满心悔恨落空。从前江烟事事报备，步步迁就，他嫌烦漠视。如今他彻底消失，他却连他去往何方，搭乘哪班航班都无从得知。此刻的机场柜台前，江烟正平静办理手机号消耗，屏幕持续亮起的来电提醒，全是周金玉迟来的慌张追问。工作人员善意劝说，或许是急事待沟通，可江烟心底只剩漠然。他清晰记得当初自己走投无路，跪地求助的无数个日夜，这些号码永远冰冷无人回应。如今迟来的问候早已毫无意义，他果断关机，确认消耗。系统提示生效的那一刻，他彻底斩断了与周金玉最后一丝便捷的联系。没有告别，便是最好的释然。另一边，周金玉反复拨号，最终换来的只剩冰冷的停机通知。他暴怒失态，逼迫营业厅报警求助。
可所有流程都无法逾越隐私权限。警方明确告知，江嫣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，自主选择离开，无人胁迫，无人伤害，旁人无权干涉，只能代为确认安全，无法强迫二人相见。1年时光转瞬即逝，千里之外的陌生小城，江嫣早已开启了全新的生活。她入职一家普通公司，做着安稳的行政工作，薪资平淡，却足够支撑自己的日常所需。她租了一间朝南的小公寓，户型狭小朴素，却日日有暖阳入户，安静又治愈。从前身居奢华周家豪宅，衣食无忧，器物华贵，可她活得如同笼中囚徒，每一笔开销需要审批，每一次求助需要低头，尊严被反复碾压，从未有过半分自由。如今朴素的小窝有烟火气息，有自在随心，每一件物品皆是自己所得，每一寸天地皆由自己掌控。告别了看人脸色、卑微求人的日子，江嫣慢慢走出了丧亲丧子的阴霾。她认真上班，用心生活，按时吃饭，悉心养护绿植，在琐碎平淡的日常里，一点点治愈过往的伤痕。午夜梦回，偶尔还会梦见温柔的姐姐。醒来虽有失泪，却早已学会与过往和解，好好活着。她本以为此生再难与周金玉相逢，即便偶遇，也能心如止水，毫无波澜。直到1年后的傍晚，暮色沉沉，江嫣抱着文件走出写字楼，一道熟悉刺骨的声音骤然喊出了她的名字。回首望去，周金玉伫立在路边，早已褪去往日金贵傲慢，身形消瘦憔悴，西装空旷不合身，眼底布满浓重青黑，满身疲惫沧桑。他望着江嫣的目光翻涌着愧疚、慌乱与偏执，藏着压抑了一整年的悔恨。他小心翼翼上前，唤出专属的亲昵昵称，可这份迟来的温柔只让江嫣满心陌生与抵触。周金玉清晰察觉他的抗拒，喉结滚动，道出了迟来1年的道歉。他坦言，这1年从未停止寻找他，彻底认清了自己的所有过错。姐姐的离世，孩子的逝去，罪责全在自身，他甘愿承受所有惩罚。为求原谅，他许诺赠与房产、股份、存款，甚至可以为他创办公司，满足所有物质需求。他早已以姐姐的名义成立医疗基金，帮扶同类病患，试图弥补过往的罪孽。江嫣闻言，只觉荒唐又讽刺。当年他只求30万救命钱，卑微哀求，百般妥协，换来的只有冷漠推诿，层层刁难。那时他亲人尚在，孩子未失，只求丈夫一次援手，却被他无情推开。如今他孑然一身，一无所有，他便想用名利财富轻描淡写抹平所有伤痕。周金玉连忙补充，自己已严惩宋静文，将其调离核心岗位，家中财政大权尽数交由他掌控，只求一次赎罪的机会。江嫣平静摇头，道出了最核心的真相。真正让他死心的，从来不是那30万，是他身怀6甲，至亲病危，走投无路之时，身为丈夫的他从未给过半分庇护，反而逼他一次次向旁人低头求助。他的窘迫、难堪、无助，被迫赤裸裸展露在宋静文面前，任由外人拿捏生死，掌控命脉。他不是不知情，只是从头到尾都不在乎他的绝望，不在乎他的哀求，不在乎他的亲人死活。从他将他的生死难处交由另一个女人审批拿捏的那一刻起，他就不再是他的妻子，只是一个需要乞讨怜悯的外人。没有尊严的爱意，远比贫穷更伤人。周金玉脸色煞白，嘴唇颤抖，无从辩驳。他红着眼眶苦苦哀求，想要改过弥补。江嫣却只淡然一句：太晚了。他不甘心就此放手，上前想要靠近，被江嫣侧身稳稳避开。周金玉无法理解他的决绝，直言他如今清贫辛苦的日子算不上好好生活。江嫣坦然浅笑，句句通透。狭小的房子是自己所得，安稳踏实；朴素的3餐是自己劳作，心安自在。挤公交、度平凡，皆是无人掌控的自由，不用看人脸色，不用卑微求人，不用忍受偏袒与羞辱。这份旁人眼中的清贫，是他拼尽全力换来的新生。最后，他平静收尾：你是我自由人生里必须彻底丢弃的过往。周金玉身形踉跄，几欲站不稳，固执地坦言自己绝不会放弃。江嫣脚步未停，只淡淡留下一句随意你，便转身走向进站的公交车，落座窗边，看着他落寞伫立的身影。过往数年的爱恨纠葛、刻骨伤痛，尽数随风散去。
曾经牵动心跳的名字，如今再无波澜，连今年恨意都已被岁月抚平。与此同时，宋静文看着旁人发来的照片，眼底满是疯狂的嫉妒。照片里，一向金贵冷漠的周金玉，为了江烟卑微挽留，狼狈失态。这是他数年陪伴从未见过的模样。他笃定江烟回头便是自己的绝境，当即派人调查江烟的住址，决意毁掉这一切。次日，宋静文径直闯入江烟的公司，妆容精致，手提礼品，一副专程道歉的柔弱模样。他刻意抬高音量，在众多同事面前假意自责，暗戳戳暗示二人并未离婚，瞬间将江烟塑造成介入他人关系的第三者。江烟一眼看穿他的算计，直言让他不必演戏。宋静文瞬间红了眼眶，落泪示弱，一边递上礼品假意补偿，一边低声挑衅。周金玉的挽留只是愧疚作祟，热度散尽，他终将被再次抛弃。江烟拒不收礼，转身欲走。宋静文骤然变脸，主动拉扯江烟的手腕，被轻轻甩开后，顺势借力摔倒在地，捂着伤口当众哭诉江烟动手伤人。混乱之际，周金玉匆匆赶到，刻在骨子里的偏袒已成本能。他第一时间俯身扶起宋静文，关切问询。宋静文依偎在他怀中，故作懂事，揽下所有过错，句句维护江烟，字字尽显委屈。江烟静静看着这熟悉的一幕，心底毫无波澜，只剩无尽疲惫。时隔1年，他的选择，他的偏袒，从未改变。他无意辩解，只淡漠告知二人，别将自己卷入他们的纠葛，转身便要离去。就在场面失控之际，周金玉瞥见角落的监控，瞬间清醒。他当即下令调取录像，完整画面清晰还原了真相。全程皆是宋静文刻意挑衅，主动拉扯，自导自演苦肉计。铁证面前，宋静文脸色惨白，浑身颤抖。周金玉彻底看清他所有虚伪心机，冷声质问过往所有矛盾是否皆是他刻意挑拨。宋静文哭着辩解，只因深爱他一时糊涂，可爱意从不是作恶的借口。周金玉当即下令罢免宋静文所有职务，将其彻底逐出公司，全面清查其在职期间的谋私所得，尽数追回，依规追责，绝不姑息。宋静文慌不择路，死死抓住他的衣袖，苦苦哀求，感念多年陪伴情谊。周金玉冷漠甩开，转头望向江烟，眼底带着小心翼翼的愧疚，以为惩恶纠错便能换来一丝缓和。面对他的弥补与期待，江烟依旧淡然摇头。他如何处置宋静文，是他的私事，与自己毫无关联。说完，他决然转身离去，无视他眼底的慌乱与落空。离婚庭审当日，天朗气清，阳光明媚。周金玉早早等候在法院门口，身形愈发消瘦，手中紧攥全新的财产分割协议，指节泛白。见江烟走来，他立刻上前递出文件，卑微恳求他再做考虑，愿将所有房产、股份、存款尽数赠与，只求不离婚。江烟未曾接过文件，直言今日前来，只为彻底终结这段纠缠数年的婚姻。庭审全程，周金玉姿态卑微柔和，反复想要将更多财产划归江烟名下，倾尽所有弥补过错。可江烟分寸分明，分毫不让，只取完全属于自己的部分，分得彻底，断得干净。面对周金玉的不解追问，他平静回应：本就该两清，从此再无牵扯。庭审陈述环节，周金玉当众细数自身罪责。他坦言，从前将江烟的包容视作理所当然，将他的求救视作无理取闹，将他的尊严视作无关紧要，将至亲的性命视作冰冷的流程开销。所有过错皆源于他的冷漠与自负。可再多忏悔，也换不回逝去的亲人与孩子，挽不回被碾碎的真心。江烟静静聆听，内心毫无涟漪，迟来的忏悔一文不值。绝境之时，他亲手推开的人，早已熬过所有苦难，无需他的弥补与救赎。落笔签字的瞬间，江烟动作平稳坚定，最后一笔落下，压在心头数年的巨石轰然落地，所有沉重、委屈、桎梏尽数消散。走出法院，暖阳笼罩周身，久违的轻松与自由席卷全身。周金玉快步追出，声音颤抖许诺，往后他的所有难处，自己永远是他的后盾。江烟短暂停顿，淡淡吐出2字：不用。不曾回头，不留留恋，大步向前。周金玉伫立原地，望着他决绝的背影，彻底顿悟。江烟从来不是等不到他的偏爱，而是被他一次次亲手推开，寒心殆尽后，
再也不会回头。当日午后，江烟独自前往墓园，她将鲜花轻轻放在姐姐碑前，细心擦拭干净照片上的尘埃。看着照片里明媚温柔的姐姐，轻声诉说心事。她告诉姐姐，自己终于离婚了，再也无人能用亲人的安危拿捏她，威胁她。她终于彻底自由了。微风拂过树梢，枝叶沙沙作响，仿若姐姐温柔的回应。江烟静坐良久，细细诉说当下安稳平淡的生活，告知姐姐自己已然学会独自好好生活，认真长大。临别前，她轻触悲伤的笑颜，在心底郑重许诺，往后余生不负过往，不负姐姐期许，安然度日，向阳而生。